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二大叔爱回忆。回想中华民国网游最辉煌，大家还在疯狂包台、泡网咖的那个年代，有一间代理商真的很猛，他们连续代理到2款超级摇钱树，就是奇迹跟劲舞团。这家公司就是银思瑞。今天大叔不只带大家怀旧，更要把他们这几十年来代理过的大小游戏全摊开来看，一起看看银思瑞是怎么从神坛一路跌到谷底的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故事要从1985年说起。银思瑞的老板最早是做实体贸易起家的，卖过皮箱、竹藤喜。早在1991年跟1993年，他们就拿过日本巴布豆跟卡通家有贱狗的授权。到了1998年，他们抢下韩国 KBS 电视台的代理权，接着在2000年全面推广蓝色生死恋、冬季恋歌、火花，成功把韩流引进台湾市场。趁着这波热潮，他们同年代理了第一款韩国连线游戏《X 坦克》。隔年，2001年，银思瑞游戏总局就正式挂牌成立了。这阶段，他们靠着贸易人脉直接跨界，根本就是降维打击。真正让银思瑞一飞冲天的是2002年，他们代理了韩国网残的奇迹。华丽的 3D 画面让玩家疯狂，公司现金满满。根据巴哈姆特历史新闻，2002年底，他们不仅签下163款手机游戏，更砸重金入股韩国 Digital， 抢下数码宝贝 Online 代理权。到了2003年，连国内最大创投中华开发公营都入股投资，并引进《流星物语》。在2004年，他们一口气发表了《革命 Online》，以及主打 3D 虚拟交友的《梦想俱乐部》。不过致命伤也很明显，同年奇迹原厂看台湾市场太好赚，就直接来指引。银思瑞被迫把金鸡母拱手让人，手机游戏投资也没了下文。失去奇迹之后，银思瑞其实一度重新站稳脚步。2005年，银思瑞推出 GGC 环球游戏中心，并且把《革命 Online》改成了终身免费版，改名叫做《天下大乱 Online》，重新推出。接着，他们也接手营运由环讯科技与故宫合作开发的《神系活线》。他们也找了国内昊天科技合作研发东方排网，想跨足开发，但可惜都没做起来。不过，让他们重返神坛的是2006年代理的劲舞团。这游戏靠着卖外观跟交友属性，让无数玩家疯狂。2007年，他们更接手第5大街的营运，并推出暗黑 Online， 把营收推上最高点。引进劲舞团这一步根本神来一笔，但衣服卖太贵，引来盗账号集团，外挂又抓不完，这也是无法否认的硬伤。
但真正的危机其实从2008年就开始了，因为利益分配问题，英斯瑞跟韩国原厂闹翻。2009年甚至代理中国九游推出的劲舞团2来对打。为了巩固休闲游戏霸主的地位，他们找来当时中国大陆第一大厂盛大网络，签下了歌唱游戏超级巨星的代理权。这段时间，他们也开始大量引进各类端游，推出了火鸡网、爱的抱抱、韩国三星授权的同盟 Online、石器时代2、恋池 Online、嗜血 Online、音乐游戏音浪 Online 跟麻辣三国。接下来，他们更开始引进英雄之城、红花大顺、海狼 Web、天龙群侠传等大量免洗网页游戏赚快钱，最后错过了手游爆发期。在2016年4月，劲舞团关服后，失去了最后的底牌。这波疯狂代理免洗游戏，把招牌砸烂，这决策真的是惨不忍睹。其实英斯瑞从来没有发过什么退出游戏圈的公告。随着2016年劲舞团收摊，他们就这样默默淡出了玩家的视线。接下来，他们的业务变得超级跳痛。根据官网记录，他们2015年外销过香菇太空包，2017年卖起高粱酒跟缩腿鸡。虽然在2017年短暂推过手游《帝王的证据》，2018年还做起幼教机器人跟潜水团，但昔日的网游霸主，实质上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。迅速发现游戏没搞头，就赶快做别的生意，算是止损得快。但这10几年来，代理了几十款游戏，却半个自己的经典 IP 都没有留下，真的是白忙一场。摊开这份长长的历史名单，这不只是一间游戏的兴衰，更是中华民国网游市场从百家争鸣变成洗快钱，最后被时代淘汰的缩影。这就是纯代理商最无奈的宿命，没有把赚来的钱变成自己的研发实力。原厂一翻脸，时代一变迁，这座帝国说塌就塌。大家当年玩过哪几款英斯瑞的游戏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叔分享。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按赞订阅中二大叔爱回忆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